喜欢抓海鲜吃，喜欢渔猎，喜欢潜水的时候抓海货啊，那么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样的尺子，怎么样去量各种海产品，尤其是在新西兰，这是户外天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各种渔猎尺子的使用方法，以及怎么拿到它们啊。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速度，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各式各样的尺子啊，我这些年也用了不少，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下，我大概都用的是哪几种，每一种在哪种情况下应该是怎么去量的。在我以前的节目中呢，大家应该也都见过，我经常使用的有两款尺子，就是一个我的这个网兜上使用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尺子啊，这个尺子呢，它可以量龙虾，可以量鲍鱼，然后呢，它也可以量扇贝啊，它大概是这么几个功能。同时呢，我还经常使用的一个网兜呢，大家也见过，上面的这个黄尺子跟绿色那个尺子差不多，基本上相同的用法，颜色不一样，不同的厂家所出产的东西。这两个呢，一会儿给大家实际使用一下介绍，但是今天我还会介绍几个我其他经常使用的尺子啊，还有一个其中就是这个是免费的了啊，这个是渔政署给你的，是专门挖鲅鱼的刀子，我一会儿跟大家讲一下它具体怎么用，然后你怎么样去免费的拿到它。还有，如果你经常去在船上出海去抓这些东西，那你船上一般都会贴一个像这样的东西，就是贴在船上的一个尺子啊，这样子你抓上了大海货，在船上直接可以量，经常用的鱼、经常抓的这些扇贝之类的东西啊，上面都有，而且它是免费的，我一会儿告诉你怎么去拿到它啊。或者是你又喜欢去鱼箱去射鱼，那么这种呢，你贴到鱼箱上面，它就是一张透明的尺子，这个尺子呢，这样子很难看见它写的是什么。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贴到鱼箱上面，你就能看到它具体是什么东西了啊。这个尺子这样它看不出来，是因为它不想打破鱼箱它原来的这个外观啊。但是贴在这个鱼箱上面以后，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因为鱼箱本来就是长的嘛，所以你在海里面，你一旦打到东西，各种东西也都是可以量的啊。这个是在前店买的，所以不同的玩法，去不同的地方抓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测量工具啊，它们的用法大致上也是比较相同的，只不过它贴在东西上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在我节目里面也都看见过哦，我每次抓的海鲜，我一定都是在海里面量过才拿到岸上，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就是在上了岸以后，或者你装到你的捕捉袋里面呢，基本上就算是你已经抓的了，那么你上岸很有可能被当地的渔政署抽查啊，抽查到你，如果大小不够，发现那是非常非常丢人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务必一定要先看清楚法规，量好大小以后再拿上岸，再装上你的捕捉袋里面以后啊，再拿上岸。那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个尺子啊，你们如果去浅店购买的话，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标尺，它有告诉你就是每一个是量什么。底下这个地方呢就是量扇贝10厘米，下面这个地方是量鲍鱼的。新西兰的鲍鱼大概分两种，一种是黑鲍鱼，一种是黄鲍鱼啊。然后呢有多少有一点点区别了，黄鲍鱼稍微小一点，但是黑鲍鱼是最常见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来介绍这个黑鲍鱼啊。这个是我以前抓的一个鲍鱼的壳。你看蛮大的，对不对？这个也就是才刚够合法哦。你要量它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尺子的上沿的这个地方和下沿的这个地方，你看见没有？这个鲍鱼它卡着过不去，这样子，它才算是合法的。这个也就是比合法大了这么半厘米，不到1厘米这个样子。所以说鲍鱼你一手抓到的时候，基本上跟你手一样大，你觉着手拿着都憋得慌。这种才是合法的，所以那种小的鲍鱼千万不要碰。新西兰罚得很严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它的法规呢是每人每天呢可以抓10个，对不对？已经很多了。所以你要是自己想出去玩够吃的话，那么几个就够。所以说已经是非常慷慨了。如果你要想去抓扇贝，这个是我以前抓的一个扇贝，你看圆圆的，对不对？吃掉以后打开了壳，它就是2片。如果你们真正抓到扇贝没有打开之前，它合起来的是这样子。那么在海里面你要量它的时候呢，一般就是用中间这个卡尺，这样子。如果它过不去的时候，你看过不去，对不对？所以它就够大。
如果你从侧面看的话，这个已经超出它的这个法定大小大很多了啊。当然了，这个我有可能是已经下了将近20米才找到，所以说已经非常非常深了。这个就是这个绿色的尺子和这个黄色尺子的基本使用方法，明白了吗？但是如果你要去抓龙虾的话，你可以看这个尺子还有一个牙，上面呢是一个带刺儿的牙，这块是一个直着牙。它的背面写的是这个是60毫米，这边是54毫米，这两个是干嘛？这个是抓龙虾的啊，一个是公龙虾，一个是母龙虾。母龙虾为什么会比公龙虾的要求要高一点呢？因为就是需要让它产子比公龙虾多生长那么2个生长周期啊，有更多的龙虾可以繁殖，所以母龙虾的要求会比公龙虾多一点，明白了吧？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尺子呢？然后这个尺子它为什么是一个圆头？然后它为什么又是手可以拿的？这个就是去鱼政署的这个网站上免费去要的一个鲍鱼刀啊。去抠鲍鱼的时候，大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拿一把螺丝刀就下去了。当然了，也能抠，但是那个鲍鱼如果抠起来不够大，那么鲍鱼基本上是会死掉的。它如果一旦肉受伤，或者是它的壳边上吸附不严的话，那别的鱼会把它吃掉。所以政府鼓励你用这种塑料的这种硬刀，不会伤到鲍鱼。所以呢，你们如果想要的话，这个是可以跟渔政署去要的。你看它这块写的很清楚，它写的是 fishery。你如果去新西兰渔政署的网站Prime Industry 这个网站你去它这个渔政署这一部分，你可以跟它要到这个。然后这个东西其实量鲍鱼呢也是一样，你看你这个鲍鱼如果放在它这个侧面，它也是一个12.5厘米，也就是说这样子，你看能看见吗？过不去，就说明它是合法大小了，明白了吧？所以说跟那个绿尺子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而这个尺子抠鲍鱼的时候，这个呢也就是鲍鱼在岩石上趴着的时候你们呢把这个鲍鱼刀从它侧面伸进去，然后这么翘起来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是不会伤到鲍鱼的，非常非常好，而且是免费的。如果你们想就是去浅滩鲍鱼多的地方去趟水抓鲍鱼，那么这个就强烈推荐还不要嫌。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要介绍的就是这个尺子了。这个尺子其实它是免费的，因为它也是就是很多在这些卖渔具的或者是这个下船的地方的这些卖船商品的这些商家他们都有。然后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一般都在结账的地方，它会有这么样一个长长的尺子。他希望你买了以后直接贴在船上，因为船的后面和侧面都是直的嘛。这样子你在船上抓了东西上来以后，你比如鱼直接摊平了，在船上这么一量，那它大小是不是够不够就很明显。如果你抓了海货，你也不用尺子，直接在船的后面这么一放，就很好用所以说呢，这个尺子我也鼓励大家去新西兰当地这些渔具店钱店，他们也都有，你跟他要一个就可以了。他一般都是放在这个前台让你去免费去拿的。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这个我经常用的尺子就是这样子，镜头上是看不太清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透明的，上面只有白色，在黑色的底它才看得见。放在鱼枪上面以后啊，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你能看见这个鱼枪上面这一块这个白白的这些东西吗？各种鱼标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一格一格的这个大小就是每一个东西它的法定尺寸的最小的这个地方啊，你只要够就可以。这个上面标的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鱼，是新西兰比较就是流行的这种 game fishing 啊，大家出去渔猎打鱼玩的时候，我下海去打鱼的时候也一般带这个鱼枪去，碳纤维的很好用，很轻。然后呢，打了鱼，你够不够？直接从鱼的这个头部的嘴尖尖，然后呢量到它尾巴后面那个 V 字形的中间那个地方啊。这个渔政署的网站上也有教你怎么去量。然后呢，够法定大小你就拿回家。如果不小心打错了，这个鱼看着大不够大，那么你也一定要扔掉啊！打错了，你时间长了，经验有了，你也就不会打错了。因为水底下的东西看起来比实际要大1/3嘛，因为水的放大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就会知道啊，我要打得更大一点。所以你以后呢，打错的这个鱼可能也就会少一点，这个都是经验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啊，不够的打错的也要扔掉，即便它死了。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新西兰渔政署的网站啊，因为这个网站呢，它不光有英文，还有中文对照的。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法律在新西兰你来玩的时候呢，切记一定要先去研究好它的物种以及你要去的地方。新西兰这个渔政署的网站，它告诉你的是一个比较泛泛的规定，但是具体到某一片海区，它每一年它有可能会封掉，因为可能过度捕捞，它会给它几年的这个休渔期，甚至是以前6只龙虾的地方，现在在奥克兰周围已经都变成3只龙虾了，而且尾巴抓上来以后要剪掉中间一个口，它防止你去卖啊。这个规定它每一年都是在具体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那么去了渔政署的网站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规定，比如说鲍鱼，它可以每人每天抓10只，同时最多占有是20只或者2公斤的鲍鱼肉，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抓了10只，你没有吃，你放到冰箱里冻起来了，你明天又去抓10只，又拿回家了，这是 OK 的。渔政署去了你家查了你有20只最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有30只，这就不可以了。你在吃掉之前是不可以再去抓的啊！而且这个东西你可以送人，但是不可以卖，就是说一定不可以交易，也不可以有金钱，也不可以是以物换物，或者说是你帮他做什么，他给你什么，这些都是交易。它这个卖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一旦牵扯到钱，这个是商业捕捞。如果是休闲式的鱼来去抓啊，一定不可以去卖，卖到抓到会罚得非常非常的狠，情节严重的收车收船上法庭，还要告你，你还会有记录，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划不来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喜欢吃海鲜，你去超市买，那一定是最便宜的。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大家切记不可以为了钱去卖这些东西啊。然后你再来看这个龙虾，它这个公母也分得很清楚，然后它告诉你怎么量，它要去量这个关节的第2部分，也就是它最宽的地方，公龙虾和母龙虾。你再比如说海胆，它每人每天可以抓50只，它写得很清楚，它不限大小，你就是不需要去量的。你喜欢吃海胆，你吃到吐啊！你50只个，你一个大麻袋拿上来很多，所以说这个在海里面跟垃圾一样。你喜欢去尝几个就好了，所以说他们也很慷慨，你也不需要去量。你再比如说螃蟹、海参，我带大家也都去抓过，对吧？这个在渔政署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它是属于 other 其他系列的，你看不到它具体的规定，因为老外他不太吃这个东西，所以它是属于比较泛滥的。它允许你每人每天去抓50只，是指的是所有的这些属于其他系列里面的总和啊。如果你今天要去抓50个东西，你抓了20只螃蟹，你抓了比如说是20只海参，你又想去抓这个鸟蛤，那么它们一起加起来不超过50个，每天就 OK 的啊。比如说你今天去抓50个东西，你抓了30个螃蟹，你又抓了20个海参，那么这就是50个了啊。这2个加起来不超过50个是 OK 的，你不可以说是每一个都去抓50个，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系列的，明白了吧？你再比如说是鱼它又分了很多种啊，你比如说这种 kingfish 啊或者 snapper 啊，在新西兰都非常非常的流行啊，但是呢它们的大小又不一样，在奥克兰地区它的规定又要更大一点，因为已经被过度捕捞了啊。然后你比如说这 kingfish， 它每人每天呢，它只允许你捕3条，然后不同的鱼它又归成不同的种类。哪一些归成一个种类以后，最多的上限呢是，比如说是20条，你里面可以混合的都 OK。所以说一定要研究清楚。如果你说这些鱼我都不认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什么，不要紧。新西兰现在这个网站上它有一个这个 APP 啊，手机的这个安卓和这个苹果的应用，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网站上它也有链接，下载以后你可以看，你可以有图文对照啊，然后它写的很清楚，这个鱼
在哪一个海区，你选择进去了以后，它的大小是多少，它的图片的样子是什么，在这个下面它具体的还有规定，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风雨系，所以说是你应该是不会说是你搞不明白的啊，你去之前你这些地方都应该能研究清楚，所以你再去抓的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大家有帮助，你们在新西兰来玩之前呢，对各种渔猎的这种法律规定以及尺子如何使用，在哪里去得到，买还是免费的，都有一定的了解。大家可以少走弯路，节省你们的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水下调色滤镜包啊，视频还有照片都可以一键帮你还原精美的色彩，我的网站上有销售。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